现在关于 Obsidian AI 知识库的教程很多，有的只讲某个工具，有的一上来就是卡巴西知识库、AI Wiki、自生长知识库、Agent 系统，听起来很厉害，但真正到自己动手的时候，还是不知道第一步怎么落地。如果一开始就追求 AI 全自动化，知识库还没有搭稳，就很容易遇到难维护、不可控、AI 幻觉这些问题。所以这期分享，我们先不做大而全的系统，也不做一步到位的全自动化，而是回到知识库和 AI 本身。先搭建一个最小可用版，这里的最小可用就是先把最关键的路径跑通，资料能进来，AI 能处理，知识能沉淀，最后能产生输出。更复杂的 AI Wiki、自动化、自生长知识库都可以后面再继续迭代。具体来说，我们会按照3个步骤来做。第一步，先搭建 Obsidian 本地知识库；第二步，把 AI 能力接进来；第三步，用知识积累和项目推进这2个真实场景，把这套系统真正跑起来。看完之后，我们至少知道本地知识库怎么搭建， AI 能力怎么接入，资料怎么积累，项目怎么推进，以及知识最后怎么沉淀和产生结果。基于 Obsidian 搭建 AI 知识库，我们首先要搭建一个本地知识库，因为后面 AI 要读取、分析和更新的，本质上都是这个仓库里的 Markdown 文件和目录结构。各种外部资料和个人想法进来之后，会先变成一篇篇 Markdown 笔记，保存在 Obsidian 的本地仓库里。后面无论是推进项目、沉淀知识，还是让 AI 基于已有资料做分析，本质上都是围绕这个仓库在工作。这里我们直接用之前分享过的 Obsidian 入门启动包里的目录结构，我们先简单看一下。收件箱是临时入口，用来接住资料、想法或临时记录。项目放正在推进的具体项目，领域放长期维护的领域和能力，资源放长期参考资料，归档放已经结束或者暂时不用的内容，模板放常用模板，附件放图片、PDF 和附件素材。这套结构参考了 PAIA 的思想，但并不复杂。就是一条信息进来之后，不是先问它属于什么主题，而是先问它接下来要服务什么。我在这个基础上加了收件箱、模板和附件这些目录，是为了更加适合真实使用场景。我们进一步理解一下这套目录背后的核心逻辑。新的资料和想法先进入收件箱，先接住，降低输入门槛。整理之后有长期参考价值的内容进入资源。资源一方面可以被项目调用，用来服务具体目标；另一方面也可以提炼出长期方法和判断，沉淀到领域。如果一开始就是明确的项目想法，也可以从收件箱直接升级到项目，这是一条辅助路径。项目完成之后就进入归档，这样资料、项目、长期知识和归档都有自己的位置，后面 AI 也能基于这个清晰的结构工作。Obsidian 接入 AI 的方式其实很多，我之前已经专门用一个四象限图系统梳理过，大家感兴趣可以回去看那期。后来出现的 Codex、Hermes Agent 或者 OpenCloud 这类 agent 的工具，直接操作 Obsidian 底层仓库，大体也可以归到第二象限 AI 主动操作文件层。但这次我们先聚焦一种最基础、最贴近知识管理本身的接入方式，用 Cloudian 加 CLI Agent 把 AI 能力接入 Obsidian。在真正操作之前，我们先看整体架构。Obsidian 是知识库和工作界面 ，Cloudian 是连接器 ，CLI Agent 是执行任务的 AI。Agent 可以选择 Cloud Code、Codex CLI 或者 Open Code。模型可以来自官方订阅，也可以通过三方模型转接。下面这条就是等一下要跑的最小验证流程。第一，先选择一个 CLI Agent。第二，完成登录或者通过三方模型做转接。第三，在终端里测试它能不能正常对话。第四，回到 Obsidian， 在 Cloudian 插件里启用这个 Agent。第五，让它读取当前笔记，并做一次简单的总结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按刚才的5步流程真实跑一遍。第一步，先选择一个 CLI Agent， 这里可以选择 Cloud Code、Codex CLI 或者 Open Code， 3选1就可以。我这里选择 Codex CLI 做演示。第二步，选择登录或者模型转接。我这里已经提前完成了 Codex CLI 的登录，所以不现场展示了。如果能用官方订阅，就直接使用官方订阅；如果不方便，可以使用 CC Switch 转接第三方模型。这个部分本身是一个独立的话题，网上的教程也很多，这里先不展示了。如果大家对此有疑问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第三步，在终端里测试这个 Agent 能不能正常对话。比如我这里输入 Codex， 进入对话之后，简单问一句你好，我们可以看到 Codex 能正常回复，说明本地 Agent 已经准备好了。第四步，在 Cloudian 里启动这个 Agent。我们回到 Obsidian， 打开设置，进入社区插件，
找到并打开已经安装并且启用的 Cloudium，然后切换到上面的 Codex 标签，点击启用 Codex 服务商。一般来说，到这里 Cloudium 就可以正常调用 Codex 了。第5步，让它读取当前笔记，做一个简单的总结。我们点击左侧边栏的 Cloudium，右侧会自动打开一个新的对话面板，然后把模型切换到当前可用模型 GPT 5.5，接着从左侧目录里打开一个笔记，这篇笔记就会作为当前上下文进入对话。然后我们输入，帮我总结一下这个笔记的内容。如果 AI 能基于这个笔记做出总结，就说明这一步跑通了。前面我们已经把本地知识库搭建好了，也把 AI 接进来了。这其实意味着一个静态的 AI 知识库已经完成了。但知识库真正有价值是让它真正跑起来，也就是资料可以进来 ，AI 可以参与处理，最后这些内容能够沉淀成知识，或者服务一个具体的项目。所以接下来我会用2个真实的场景来演示积累型场景和项目型场景。先看第一个场景，积累型。比如我看到一篇 Obsidian CEO 的采访，觉得这篇资料很有参考价值，就想把它保存到本地知识库里。这里我用的是 Obsidian 官方的 Web Clipper 插件，它可以把大部分网页内容一键剪长，并转成 Markdown 保存到 Obsidian。回到这篇文章，我们点击浏览器里的 Obsidian 插件，这里可以预览剪长的内容，也可以设置它保存到 Obsidian 的哪个路径。我点击添加到 Obsidian， 这篇文章就会保存到这个位置。Inbox 收件箱 Clippings， 回到 Obsidian 可以看到这篇网页已经变成了一篇本地 Markdown 笔记。到这里，外部资料进入 Obsidian 这一步就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对它做一轮简单的处理。我先用快捷命令把这篇笔记从收件箱转移到资源，因为这篇文章可以作为一份原始资料，后面可以长期参考。然后我在正文上方加一个标题，原文把原始内容保留下来，再在它上面加一个标题，内容总结，准备让 AI 把总结写到这里。接着在这篇笔记打开的情况下，我打开 Cloudium， 选中内容总结这个位置，告诉 AI 给我总结这篇文章内容，并更新到这里。AI 分析完成之后，就会把总结直接写到这篇笔记里。我快速看了一下总结内容，发现里面有些观点很有价值，值得以后反复使用。我在领域里新建了一篇长篇笔记，叫 Obsidian 学习，然后把这些关键观点整理进去，例如对 Obsidian 使用者的启发，并且加上原始资料的双链接，这样一个资料积累的闭环就完成了。网页资料进入本地 ，AI 参与处理，人来判断哪些内容值得长期保存，最后长期知识和原始来源还能互相追溯。再看第2个场景，项目型。比如我想到一个问题，Obsidian 为什么适合 AI 时代的知识管理？我会先把这个想法记到每日笔记里。日常使用时，我一般会使用手机加语音输出法快速记录，这里为了演示就直接在电脑端操作。后面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继续推进，可能发展成文章或者视频，就会在项目里新建一个项目 index。这个笔记叫 Obsidian 为什么适合 AI 时代的知识管理-index。然后我先建4个一级标题：背景、分析、输出、常见问题。背景放资料，分析放思考，输出放成果，常见问题放过程中沉淀下来的 Q&A。接下来我先问 AI， 如果我要研究为什么 Obsidian 适合 AI 时代的知识管理，需要从哪些角度查找资料？ AI 给出研究方向之后，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也有价值，就选择常见问题这个区域，告诉 AI 在当前目录新建一篇 Q&A 笔记，记录上面这个问题回答，并在这里添加双链。AI 成功完成了 QA 笔记创建，并在目标位置添加好了双链。然后我会根据这些方向去收集资料，这个过程和前面积累型流程类似，详细操作更加复杂且需要自动化，以后再单独分享，这里就不展开了。我们直接看初步成果，相关资料已经进入了收件箱。下一步，我选中背景这个区域，告诉 AI 把收件箱 Clippings 里的相关资料迁移到资源，并把相关资料的双链放到背景下面。AI 执行完成之后，这些参考资料的链接就会整理到背景区域下面。前面我们在积累型场景里保存的那篇 Obsidian CEO 的采访，也可以顺手加进来。这里补充一句， Cloudium 日常调用 AI 的时候，经常会用到文件或者目录路径。我们可以点击笔记或者目录，获得相对路径或者绝对路径。在 Obsidian 中一般使用相对路径即可。下面我们进一步基于资料总结关键要点。我告诉 AI， 基于背景中的参考资料，给我总结关键要点，记录在分析标题下面，要简要精炼罗列，不要太长。基于分析的要点，我们可以让 AI 进一步生成可以交付的成果。我告诉 AI， 基于分析的要点，创建一篇简短文章，并把文章双链放到输出下面。最后，我想更进一步把文章内容做可视化表达。
我告诉 AI，利用这个 skill 基于文章的核心结构生成一个关系图，并把这张图的双链也放到输出下面。到这里，一个项目型流程就跑通了。一个临时问题从每日笔记进入项目，相关资料进入资源，AI 帮我拆解、分析和生成输出，最后文章和可视化结果都回到项目 index 文件里统一管理。后面有新的想法，也可以继续更新分析、迭代文章，或者把更长期的判断沉淀到领域。通过这两个场景，我们就能看到这个 AI 知识库已经跑起来了。积累型解决的是资料怎么从临时收集变成长期可复用的知识，项目型解决的是知识怎么服务一个具体目标，并推动它形成成果。而这背后其实也体现了 Obsidian 这条结构的价值。横向看，资料领域项目各有位置；纵向看，原始资料、分析内容、长期知识和项目成果又可以通过双链串起来。到这里，我们完成了3件事：搭好 Obsidian 本地仓库，接入 AI 能力，然后用2个真实场景把这套系统跑起来。这2个场景背后其实是同一套流程：知识输入、知识处理、知识输出。输入是把资料、想法、需求放进来，处理是让 AI 帮我们总结、提炼和关联，输出是让这些知识真正产生价值，并推进项目、生成内容或支持决策。这是我们做的最小可用版本，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起点。后面如果我们继续升级，也可以围绕这个环节来做。输入端可以接入更多资料类型，比如网页、PDF、视频、音频、漏行笔记、Word 等各种资料。处理端可以参考卡巴西的知识库思想，让 AI 自动分类、整理和总结资料，人主要负责判断和决策。输出端可以把知识转成文章、图文、PPT、视频、播客等各种成果。后面我会继续更新 Obsidian AI 知识库的升级内容，感兴趣的话可以持续关注。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关注。我是明立飞，我们下期见。